季明聪，我拿出了所有证据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问题。那么为什么视频当中歌少的声音被分成2段了呢？你一开口说话，歌少的声音就会消失，甚至在来访者提到你的姓“姚”这个字的时候，歌少的声音明显产生了断裂。你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？姚可欣啊，你知道这个结果可是要关系到你的前程和声誉问题，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？或者你能提供这个病人的联系方式，让他来为你作证？对。可以的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。这个声音不对。你听出了什么？我感觉好多了。可以的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。季明聪，你能告诉我这份视频资料中的这位女士是谁吗？你提供不了任何证据，因为她是我的被试者，也就是我论文提到的 F。这个 F 是之前师姐那个来访者吗？别偷看，时机到了再有安排。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？我没有看过内容，就是老师对这个案子好像还挺重视的。刚才听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。没关系。哎，你还记得咱们画方屏的那次我们听的声音吗？或许我们往往身处在黑暗中，才能捕捉到那些不容易忽略的声音。是之前师姐那个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？别偷看，我没有时机看过内容到了再有安排。就是老师对这个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。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。没什么，我觉得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，杨老师。季明聪，我拿出了所有证据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问题。姚小姐，你确定这视频里的是你的被试者吗？当然。那你可以提供这个视频的拍摄地点还有时间吗？去年夏天，在海市。你确定这段视频是你亲自拍摄的吗？我确定，但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太清楚了。F 参与项目的时间很长，摄影记录超过了100个小时。不过我确定，他穿过这条红色裙子。那么你的论文确实存在盗窃他人临床数据的问题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就在你刚刚播的那段视频当中。不可能，先别着急否认，能不能把这段视频再重新播放一次？清者自清。你认为呢？我申请中场休息。
听出什么来了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剧透一下。 大家都知道，眼睛是很容易欺骗人的。可以通过环境的布置，把冬天变成夏天，把夏天变成冬天，更有可能把一座城市变成另外一座城市。然而声音却没那么好掩盖，但是很少人可以在不同的情景当中听出不同声音的特点。刚刚这段视频当中，大家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 没关系，我们把声音调大，再听一遍。可以的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。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。没什么，我觉得这回呢，有听到什么吗？嗡嗡的，断断续续的，听不清啊。没错，嗡嗡的声音。 大家听一下，是不是这个声音？哎，对，就是这个声音。那您猜出来这是什么声音了吗？是歌哨。没错，是歌哨的声音。姚小姐，看您的反应，好像并不知道歌哨是什么呀？那又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所说的证据吗？歌哨是一种拴在鸽子尾巴上的哨子。 随着鸽子飞翔，哨子会发出声响，而这种声音最容易出现在京北市。当然，很多没有在京北市居住过的人，甚至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。然而，随着这几年玩鸽子的人越来越少，这种声音在京北市也很难听到。姚小姐，那我想请问您说的这段视频是去年在海市拍摄的，可视频当中为什么会有鸽哨的声音？难道就不允许有人在海市养鸽子吗？好。 我暂且同意你这个观点，那么为什么视频当中歌哨的声音被分成两段了呢？你一开口说话，歌哨的声音就会消失，甚至在来访者提到你的姓“姚”这个字的时候，歌哨的声音明显产生了断裂。你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？姚可欣啊，你知道这个结果可是要关系到你的前程和声誉问题，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？ 或者你能提供这个病人的联系方式，让他来为你作证。对，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，姚小姐的声音是经过后期剪辑的。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专业的人士来检查音轨。今天的听证会到此结束，校方将在会后继续求证实验资料的可信度，全力查清事实真相。 赫顿，同样是女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就因为她是你的老师，你就要帮着那个恶魔一起来伤害我吗？姚小姐，请你不要混淆视听啊！是你自己没法解释他提出的质疑。我需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为什么冒充记者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近我，还是解释姬明聪和他的高徒是如何捏造虚假证据来陷害我的？姚可欣，任何的指责都需要证据。那你可以回答我关于你论文的质疑吗？ 你可以提交有关于你被试者的联系方式吗？只要你提交了，比你在这儿说100句都更加有力。你要我提供我被试者的联系方式，那他呢？他能提供他所谓的来访者的联系方式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道理你不明白吗？你这是在狡辩。我想学校既然已经答应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，那么我的建议是，我不能。 我答应过我的来访者，对他的身份要严格保密。我今天向公众提出，这份论文的数据与他有关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已经违反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姚小姐，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得到这份资料，但我绝对不会再提供有关我的来访者任何的信息。
也希望姚小姐停止对我的诽谤行为，不要再泄露来访者的任何资料。闹剧就此打住吧。该做的我都做了，结果你们定吧。金明宗，你现在就想走了吗？你以为你所做的一切真的天衣无缝吗？你要证据是吗？我多的是。昨天发生的一切，是我此生犯过最大的过错。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，愧对于自己的身份，愧对于自己的职业，愧对于你的父母对于我的信任。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卑劣无耻的内心。从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，无数次的在脑海中勾勒着我们相爱相拥的影像，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渴望你，从哪来的？渴望我们能够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渴给我望你住口爱人的身份。这是你给我写的悔过书，你忘了吗？金明聪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老色鬼！赫顿，你好好看看，你敢说这不是金明聪的笔记吗？你还要再为他辩解到什么时候？